好，今天来拆一个红米 Note 9S，是我在 Kogan 上面379块钱买到的，然后2个多礼拜终于收到了。他送了一个那个转接插头，还有一个奥规的那个快充插头。其实这个质量就一般般啦。像同样的这个插头的话，我在阿里巴巴上面是1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，所以一般般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手机的本体，379，它肯定是从海外发过来的，因为否则的话，应该从墨尔本发到布里斯班应该是3天左右，大概就可以到了。结果发了我2个多礼拜。接下来就把它打开来看啦，来拆个机吧。我喜欢用手术刀直接划开那个表皮的那种爽快感。开了以后，然后小米一向的啦，就是有一个TPU 的 cheap 的壳子，但是好过什么都没有啦。然后就是一个卡针，还有说明书，这些东西基本上我是用不到了。手机本体下面的话，其实手机的分量还是 OK 啦，就是会比我的另外一个 Note 8 Pro 要稍微重一点点。4摄饼干4摄，然后一个挖孔的前摄。CPU 是骁龙的720G，本来我以为是跟那个K30差不多的，其实它比 K30要稍微差一点。电池比较大，这一点我觉得它电池的那个 life 还挺不错的，其实算是。然后下面就是充电线、充电器。老规矩啊，这是 EU 的，应该就是原先应该是卖欧洲的货还是怎么样？原装的充电器肯定质感会更好一点，质量也更好一点。那接下来我就把它放一边，然后拆手机了。撕膜总是很爽的，第一次嘛。然后可以看到它那个背面的这种材质呢是比较high gloss 的，然后这个手机因为是千元机了，所以你知道的那个我做工肯定不会太好，我这个就有点夸张了，因为它这个缝上面居然还有那个鱼胶那种感觉，就是应该是没有对准不过无所谓了，先不用管它，那个带上壳子以后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开机，然后要设置它。一开始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久，然后我就把它全部都快进了。另外这个左手边的是我的那个红米 Note 8 Pro 8+256的，可以看到两边的那个屏幕调校应该是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然后之后也会有一个那个所有的参数的对比。2个应该是差不多了，然后之后的跑分其实也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这2个其实除了 Note 8 Pro 的 CPU 的制程比较老一点，然后可能功耗更大，之后的话其实跑分的数据上看的话差不多。然后现在 Note 8 Pro 的话其实应该是性价比更高，但是我为什么要换这个机器呢？是真的是有一点点问题了，之后会慢慢再讲。每次设置的时候都会有等很久这个 updates， 然后我就把它卡掉一段吧，因为太久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会想要换这个机呢？其实的话，是因为 Note 8 Pro 它的 WiFi 不知道是我这个机器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，但是它就是会不定时的断流。
所以我想看是不是换高通的 CPU 的话，会比较好一点，还怎么样？然后这样的话，整个都设置一下，它的侧边的那个指纹还可以，就是有的时候会误触。那个 Note 8 Pro 上面要下一个小米换机，那样子的话，它说是可以把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换到新机里面去嘛，但是实际试验下来没有那么顺利。这个下的其实蛮慢的，我店里面的 WiFi 不是太好，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不是太会用，对，花了好久才找到新手机。其实就算是这个，其实算是一个那个 WiFi 直连。OK， 现在找到了，选定了那个要导过去的内容，以为这样子一下就好了，一共有10几个 G 的内容，但是等了好久，终于设置完毕。之后呢，说是全部都过去了。然后我再退出去，整个仔细检查一下，发现其实 apps 基本上没有过去，OK 了，只能慢慢下载了。现在就来看一下那个 Note 8 Pro 跟 Note 9S 硬件上的不一样，主要是 CPU 啦，因为高通的这个 CPU 的制程比较先进一点，是8纳米的，联发科那颗是14纳米好像是，所以就是待会儿在跑分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会看到说，这个东西的确发热比较厉害，但是综合来讲，它居然是联发科的那个整体的跑分分数更高一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那个多了2GB 的内存的原因。然后现在就硬件上面外观对比了。一个是方块的那种四摄，然后一个是长条的四摄。然后主摄的话，Note 8 Pro 会比较好一点，是6400万像素，然后这个的话是4800万像素。其他的小的东西数值上都差不多，然后布局呢其实也是差不多，屏幕尺寸也是差不多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换这个，纯粹是为了那个 WiFi 的问题吧。然后两个都有3.5毫米的那个耳机孔，这个其实算是现在至少是比较另类吧，还保留这个东西。然后老的那个呢 ，SIM 卡槽只能同时放2张 SIM 卡或者1张 SIM 卡1张micro SD。然后新的那个布局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它是可以同时插2个 SIM 卡。再加上一个 micro SD， 所以的话，扩充内存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现在 micro SD 那么便宜，128GB 的那个，在亚马逊上才26块多，所以 OK 啊。然后这个新的话，它那个摄像头可以直接scan documents，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，那就不用再另找那些第三方的软件啦什么的，比之前要方便好多。老的就没有这个。现在来稍微测一下它的那个手机宽带的网络速度，还 OK， 可以看到。上载比下载快，就是做一下那个硬件跑分测试了。我手上呢，小米的一共有3台机器，一个是 Note 8 Pro， 然后是 Note 9S。Note 8 Pro 是8+256的，然后 Note 9S 这趟买的是6+128G 的。再加上还有我自己之前用的一个米8 Pro，
再加上一个 iPhone 8吧，这就是我手上所有的机器了。先跑一下那个什么东西这个是安兔兔其实是娱乐的啦。我觉得这个跑分跑出来的分数基本上蛮搞笑的。iPhone 8居然比小米8 Pro 要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版本不一样还是怎么样。应该是iPhone 8的性能还是要比那个其他3个要更强大一点。然后 Note 8 Pro 这个机器很奇怪的是在中途它退出了，但是其实前天我也跑过一次那个测试，所以它有一个老的那个跑分记录嘛，其实最后跑出来的分数是差不多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这趟为什么会跑不过去。之后我给它插上那个电源线之后，它就跑过去了。好奇怪，应该是联发科的锅吧。这样子的话，跑，你可以看到，iPhone 8是最早结束，但是它的分数居然比小米8要低。然后我又跑了一下那个Geekbench， 这一趟的跑下来的话呢，就比较正常一点了吧，因为它稍微不是那么娱乐。CPU 方面肯定还是 iPhone 的比较强一点的，之后的结果也是这么表现的，基本上。然后你看这个 CPU 939。另外几个差不多啦，也就是等于是这个有一点点代差的原因吧，可能是所以 Note 9S 的单核 CPU 的跑分比那个米8 Pro 要更高一点，因为毕竟制程还有大核的速度，其实它是会比较高一点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稍微做一下小结吧。基本上这个新手机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电池还是蛮不错的。表现上，因为昨天开始我用了一天，然后可以看到我基本上早晨7点多钟拔电，然后到晚上只用了大概是30%的电不到，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几个小时吧。整个来看的话，应该坚持2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然后外观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只不过是那个正面的那个挖孔屏其实有点难看，但是可以隐藏掉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背面的材质，我觉得比较容易沾手指纹嘛，因为我的手上可能比较油还是怎么样。大的问题没有，暂时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但是可能那个指纹的有的时候不是太灵，有时候又太过灵敏。不过作为千元机的话，我觉得可以选择，但是它的价钱相对于 Note 8 Pro 现在的价钱应该是会比较高一点，所以的话这两个平台主要是这个平台有差别，性能上其实是差不多了，但是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的话，可能 Note 8 Pro 会更适合你一点。然后为什么我不用那个米8 Pro 了呢？因为是我的眼睛吃不消那个 OLED 的屏幕，只要盯着看1个小时的话，头晕到不行，很痛。只有这种 LCD 屏呢，我觉得还稍微可以一点。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手机还是蛮值得379这个价钱的吧。如果说你只需要一个基本的手机上网拍照，这样的话我觉得 OK 啊，很值得买。接下来可能再用久一点，再给大家做更深入的评价吧。就这样，拜拜。